杨尚昆晚年自述：我這輩子做了2件違心的事，一直心懷內疚。一件是1959年廬山會議上違心批判彭德懷，另一件是1978年為了平反違心簽字。這2件事成了他一生的心結，直到臨終前都念念不忘。杨尚昆在中南海工作了整整20年，當了20年中央办公厅主任，是毛主席身邊的核心人物之一。后來他又擔任國家主席，位极人臣。按照常理來說，這樣一位功成名就的老人，回憶往事時應該多講光輝歲月，少提不堪回首。但楊尚昆卻說，寫回憶錄是一件政治性很強的工作，對於自己應該一分為二，是即是，非即非，要實事求是地總結正反2方面經驗，給後人以啟迪。是什麼讓這位曾經的國家主席說出了這樣的話？這還要從1978年說起。那一年，楊尚昆結束了長達9年的監護審查，終於等來了平反的機會。但審查結論留了尾巴，說他在絲路毛主席談話的問題上犯有錯誤。這個所謂的秘密錄音問題，後來被證明完全是冤案。但當時的楊尚昆為了盡快出來工作，違心的在這份留有尾巴的審查結論上簽了字，但這一簽卻讓他又等了足足2年，直到1980年10月才徹底平反。但真正讓楊尚昆一生都無法釋懷的是1959年廬山會議上，他違心地批判了自己的老戰友彭德懷。廬山會議時，楊尚昆當時是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，全程參與了廬山會議。他在回憶錄中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細節，比如張聞天準備在小組會上發言時，胡喬木特意打電話提醒他注意形式，少講缺點，但張聞天還是按照準備好的提綱做了長達3小時的系統發言。發言結束後，他又打電話給杨尚昆，要求撤回刊登他發言要點的簡報。杨尚昆左右為難，只好去請示劉少奇。劉少奇說，人家自己的東西要求退回去就退給他吧。杨尚昆坦言，在那種特殊的政治環境下，他不得不站出来批判彭德懷，但這一批就成了他一生的心結。他說，对於這件事，他一直心懷內疚。一個人能在晚年坦誠自己的違心之舉，需要極大的勇氣。但楊尚昆的故事遠沒有結束。就在他被免去中辦主任職務的那一天，上海發生了一件改變中國歷史走向的大事，而他被免職的真正原因也遠比表面上複雜得多。那一天究竟發生了什麼？楊尚昆又是如何從權力中心跌落到谷底的？點擊头像進入主頁，下集為您揭曉答案。